撞撞到绝望。我的心深深伤过，却不会忘。我和他。任光熙被控湮灭关键证据，偷拍光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不知道这件事？你们不是结婚了吗？怎么，光熙连这种事都不告诉你啊？因为他并不需要知道。爸爸来了。小乐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。你先去整理书包，我等下带你上课。你舍弃一切，决心跟他在一起。怎么？才第1个晚上你就待在公司，整夜不回家？真不知道你结这个婚是干什么的。你看，这报纸上闹得这么大，你准备怎么处理？记者的名字我已经记下来了，报纸上写的不是完全真的，我可以告他诽谤。真相是什么根本不重要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件事已经对你的事业以及专业形象造成伤害了。我不可能坐视不管。我跟这报社的总编辑很熟，你今天把时间空下来，我已经跟你约好了，下午跟他见面认识，然后再请他写一篇平衡报道。总之，我会动用所有新闻界的人脉，把这件事情的伤害降到最低。你永远不在乎真相，永远一直以为你可以靠你自己的手段来处理事情。6年前，你就是这样处理我的人生；6年后，你完全没改变。我告诉你，我真的很讨厌你这样的手段。说是为了我好，其实最自私的人就是你。光熙，你不要这样跟方董事长讲话。董事长，不好意思，光熙一直心情不好，所以才会这样说的，你不要怪他。我儿子的个性，我比谁都清楚，不需要你替他解释。光熙，这件事你要是不好好处理的话，你辛苦累积的事业风评将会毁于一旦。你仔细想想，想清楚再打电话给我。干嘛跟他说那么多话？老师，只要照我刚刚教你的步骤，就不会有错，麻烦你了。小乐，妈妈呢已经把能量水晶拿给老师了，但是老师如果太忙忘记了，你要自己提醒他哦。记该。小乐，你真是一个乖孩子，不但不怕痛，还总是笑那么开心。一定是爸爸妈妈感情也很好，所以你才会那么快乐，对不对？因为有温暖的家庭，才会养出温暖的小乐。我跟我太太都很重视这一点。今天是小乐第一天上课，爸爸妈妈可以先带他认识新环境哦。等一下我们还有美劳课，我先去准备教材。谢谢你。小乐，我们走吧。我知道你不习惯我碰你，但以后你反应可不可以配合一点？你不需要问韩克或是 Angela。喂，这个是我在玩的。小乐，小乐，没事。我看有没有受伤啊？玉可，你们怎么样啊？小孩子在玩，应该没事吧？痛不痛？太太，你管教好你的小孩子可不可以？我的小孩子需要特殊照顾，你这样随随便便的态度会伤害到他。
Eric， 这位妈妈是不是教你一句成语，叫做衣冠禽兽？就是说这个叔叔，所以呢，他们家的小朋友啊，家教也不好到哪里去，以后千万不可以跟他小朋友玩，知道吗？沐晨，你先把小乐带进靠谱。太太，你既然知道我是律师，那我顺便告诉你，你刚才的行为叫做公然侮辱罪，最高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像你们这种人，我是没在怕的。Eric， 我们走。小乐已经上课了。光熙，如果你愿意，要不要跟我聊聊报纸上的事情？聊一聊。你太入戏了吧？小乐已经不在了，你不用装什么好太太。那你就当我在演戏好了。我只是希望你不要为了工作上的事和刚刚发生的事情而闷闷不乐。怎么会？等小乐长大一点，我就会让他知道，他爸爸的工作就是这样。我不用在乎我的委托人的生活方式、个性，我只要关心他是我的客户，我要为他服务。律师只要为他当事人负责，不用去管其他人想什么。像小乐那些愚蠢的同学家长，我更不用去管。只要我今天还是李旺财的律师，我对这个案子的立场就不会改变。那时候任光熙呢？也许我不认识任律师，但我认识任光熙。我还记得他在花田村的时候，有跟我聊过对这个案子的感觉，所以我知道他不是报上写的那样的人。要不是我知道你真的在乎花拓也，你刚刚的演技差点让我感觉到你真的有关系到我。不过真可惜，我不会再上当了。我还要先回事务所，你自己打车回去吧。除了国际扶轮社要取消你今天的演讲之外，阳光基金会也因为这次新闻引发的负面观感，婉拒你担任他们公益律师的好意。还有呢？还有一些妇女团体表示会为受害者召开记者会，他们认为吴丽花已经提出了堕胎证明和 DNA 比对的结果，种种证据都证明她受陷害的事实。但你却颠倒是非，间接把他逼上绝路，质疑你是一个不尊重女权的送棍。我不尊重女权，那我也可以反告他们不尊重我的人权。他没有学过无罪推定原则吗？任何人在法官还没判决之前都是清白的，他们凭什么对我未审先判？我也是坚持这一点，相信我当事人是无罪，帮他争取最有利的判决，这是一个律师最基本的专业。喂，蔡委员你好。什么？哦，好，我会转告他。Boss， 刚蔡委员打来，要求解除你担任他年底立委竞选总部的法律顾问一职，理由是因为你现在的形象不符合他清新、健康、专业的要求。什么清新健康？上次是他瞒着他老婆拉我去酒店，这个家伙比我更肮脏，
跟我错，他凭什么放开我？连这么小的都可以鄙视我。Boss， 这通电话你还是自己接好了。是李旺财。喂。吼，任律师啊，我光听你的声音啊，我就知道你被这媒体烦死了吼。哎呀，我们两个啊，真的是同病相怜啊。法官都说我们没有错了，这些人还不放过我们呢，哎呀。请你不要再提我们这2个字，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喂，我汇到你户头钱，可是1个0都没有少哎。吼吼，你怎么说翻脸跟翻书一样快呢 ？OK， 好，我打电话来呢是要警告你，那片偷拍光碟正片呢在你手上，你立刻给我销毁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当初说为了打赢官司，不让证据外流，你要我主动把偷拍的亲密光碟交给你保管。我的新律师啊，告诉我，要我警告你，这可是可以定我死罪的证据。你要是敢让它曝光的话，就是违反律师伦理什么的啦。你在律师界啊，将会没有信用，在这行你就玩完了。律师公约我比你清楚，你不用特地打来提醒我。你既然有这么多时间，你应该想想办法，好好补偿那个为了你自杀，现在还躺在病床的吴丽花。我干嘛把钱啊花在那种死到临头都要找我麻烦的女人身上呢？嘿，告诉你，我最近投资一大笔钱去主办了比基尼美女选拔。吼，我现在一天到晚很忙呢，帮美女打分数，我忙得很呢。任律师啊，你要不要我帮你介绍几个美女呀？让你欣赏一下，看你要怎么样，要不要吗？闭嘴！我接这个 case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喂，请问任光熙先生在吗？我们是 iPhone 杂志，针对吴丽花小姐自杀的事。他不在。吴丽花小姐现在还躺在 T 大医院，难道任律师打算逃避一辈子吗？你们这样持续的报道渲染，真的对吴小姐会是好的吗？这样只是2度的伤害，可不可以请不要再打电话来了？光熙在吗？我得到消息，律师公会要成立一个律师伦理风纪调查小组，针对吴丽花自杀事件进行了解。我只是过来看看，能怎么帮光熙处理这件事情会比较好。结果打了1个下午的电话，他都没接，想说到家里来碰碰运气，结果他还是不在。关于这次新闻事件，你应该都清楚吧？他没有告诉我，只叫我不要插手。这6年来，我们用善意的谎言帮他填空，不过在他清醒之后，满心的愤怒无处发泄，我相信都转嫁到你身上了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，可是却要你承担这一切。其实是我们应该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光熙是个伪装坚强的高手，每次碰到困难，他就会筑起一道高墙。我相信这次新闻事件也是一样，他想一个人解决，也或许他是怕你担心，所以没告诉你事情的严重性。这件事很严重吗？在花田村的时候，我听他提起过李旺财的确有罪，不过他也说了，身为律师，他这样打官司是没错的。就法律的观点来讲，他没有错，
可是就社会的观点，大众是同情弱者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事情会对光熙的律师事业产生很大的冲击。光熙打官司从来没败过，锋芒太露，树立太多敌人。我听我律师公会的朋友讲，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接他手上那些大案子。那如果光熙愿意帮吴小姐出面作证，证明李旺财有罪，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消除大众对他的坏印象？想帮助光熙，吴丽花的确是唯一可以解套的人，可是她不能这样做。为什么？那是违法的。律师公会订立了律师伦理规范，第30条就载明了，律师针对委托人所提供的事证跟资讯，如果没有得到委托人的书面背书，是不可以拿出来对委托人做出不利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光熙如果不顾李旺财的意愿，替吴丽花翻案的话，那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被吊销律师执照。这么严重？律师要保护当事人，替他争取最大的公道跟利益。一个专业的律师必须严格遵守这样的精神跟荣誉感。当初光熙说要当律师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想到他有今天的成就。那时候的光熙还有手术的后遗症，平衡感不好，记性不好，眼力也不好。可是他却愿意花比平常更多倍的心力，每天在书房里面一待就是待一整天。如果你想拉近跟光熙的距离，你可以到书房看看，或许你会找到你曾经错过的任光熙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请你跟光熙说，我来找过他，也请告诉他，遇到困难不要只想着一个人去面对。吴丽花的状况跟你以前很像，可是往往当局者迷，而他们最需要的其实只是真心跟了解。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做，才会对光熙最好。